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 Stars War 10的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BC。那么刚才经过了我们开场的经典复刻，以及刚才 Free Fall 大混战的预热之后，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第一场非常正式的激烈的比赛，也就是我们 Stars War 10大众邀请赛的决赛环节了。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要介绍我们今天有几位特殊的嘉宾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大家在小时候或者年轻时的时候玩魔兽3，是不是都下过一个补丁？就是改一下字体呀，或者是追一下版本什么的所以这个名字大家能喊得出来吗？好，我们今天建新也来到了现场，来，建新起立跟大家打个招呼。OK， 在建新身边这位这个体态长相跟我类似的，是我们也是来自西安的好朋友马上有酒局的这个节目的制片人一博，来，掌声也送给一博。好，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1v1的大众赛的决赛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大众赛的决赛的一个赛程赛制。本次比赛呢，我们是通过了线上的小组赛、淘汰赛的选拔，最终是来自韩国的 Moon 和来自中国的年轻的暗夜精灵选手 Cindy 将会争夺本次 Stars War 10大众赛的这样一个冠军。好，那么地图的选择呢，因为是胜者组是Moon进入到决赛，所以第一张地图是由Moon来决定，而此后的地图将会由败者来决定。比赛是一个BO5也就是5局3胜的比赛。好，再来看一下奖金方面这场大众赛的胜者，也就是冠军，将会夺得的是1万元的奖金，而负者作为亚军将会夺得的是5000元的奖金。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2位决赛的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韩国的暗夜精灵顶尖的选手月魔 Moon。好，接下来有请的就是另外一位决赛选手，来自中国的年轻的暗夜精灵选手 Cindy。好的，欢迎2位的到来。那我们在赛前可以握一下手好的，我们大众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阔别10年，谁能再度称霸赛场？让我们拭目以待。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解说席。谢谢 BBC 老师，你我皆传奇 Stars War 10，两边的选手都已经就位了。大众邀请赛的总决赛马上一触即发。那身边呢2位老师是刚刚打过这个大乱战咱们也跟大家依次打个招呼吧。英飞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飞小王。Hello， 大家好，我是120。刚才2位其实在这个乱斗模式都打得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乱斗模式这种心情，有没有及时能够分辨出来你的身边的邻居对手是谁？我可一点也不开心，我上来就被Cindy 直接搞的就没办法发育吧，然后是比较快的话就被抬走了，我现在非常的生气。120老师当时我记得是比较偏后这个离开游戏的，自己的当时那局感受怎么样？挺好的吧，主要是有一个兽子在一直搞我家，让我很难受别的地方打正面的话打得还是挺好的。好像是那个黄色的兽族是吧？对。而且我当时听见你这个语音里一直有说这个兽族老是骚扰我的后方，是不是？好像有这个情况。
应该是 Focus， 我们其实在这个中立视角能看到啊。Focus 选手一会儿跟大家说到啊。那其实刚才英伟老师也提到了 Cindy 选手之前在这个乱斗模式跟你有过过招啊。这名选手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可能没那么了解啊，他是一名从线下赛慢慢打上来的这名选手，今天跟 Moon 在决赛要相遇。有关这名选手，英伟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多介绍介绍呢？Cindy 的话，那我可太了解了，因为我平时直播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来狙击我，所以我可能打天梯的时候80%都是跟他打的哦，所以我跟他比较熟。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交流的比较多。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赛前其实他很紧张，就是他这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这样的一个舞台。是。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能我觉得他更需要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确实，尤其是我觉得 Cindy 选手他一上来大赛就要面对梦这种传奇选手，肯定还是会背负一定的这种压力的。是的。那120老师平时跟 Cindy 或者说跟 Moon 有过交手吗？跟 Moon 交手比较多吧。这次 Moon 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 Cindy 选手的话，他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基本功很扎实的一位暗夜选手。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一定会很精彩。那今天可以说就是暗夜这个种族的内战了啊。其实关于暗夜精灵这个族，尤其是到现在啊，因为咱们在场，刚才其实一开始这个 Zax 在发言的时候也有说了，让现场70后、80后的狙击手，哇，几乎是80%、90%啊，都是在场70后、80后。其实咱们很多朋友们也知道，70后、80后看这个游戏的热情是非常非常的高涨，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家庭啊、工作等等原因，玩《魔兽争霸3》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更多的这个精力还停留在比如说 Fly 100%跟英伟老师刚才在交手的那个 1.24 版本。那有关 1.24 过渡到 1.36， 两位也可以跟咱们分享分享，跟这些70、80、90后啊分享分享，究竟你觉得大改动在哪些方面呢？我其实刚刚跟 Fly 打过那个 1.24 经典赛，就打完之后我感觉好爽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族的塔，就是今天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修的比较快，然后也非常的硬，就感觉还是晚上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想象的话，我没有想到这么强，原来那个时候人族的塔这么厉害，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愧是人族塔魔啊！那场比赛2局打的也都非常的快速啊！一场是这个1级的 TR 啊，另外一场是这个2级找到机会来一波快速的 rush。那120老师对于目前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跟观众朋友们介绍的？1.36吗？就是咱们的这个决赛版本。决赛版本的话，就是毕竟是内战嘛，所以跟版本的区别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刚才死地选手也是私下跟我说过，他说如果换以前的1.24版本的话，他将会用兽族来对抗木纹。所以可以看出来啊，兽族相比于现在的版本还是要削弱了不少的。确实啊，因为咱们也知道，就是 Snake 选手他是一个兽族和暗夜双修的选手啊，现在更偏主攻暗夜一些啊，所以今天这场是暗夜精灵族的内战。我个人其实回忆一下，就当时我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看比赛的时候，暗夜精灵能够站在大赛的决赛的概率当时并不高啊。咱们是的经常会觉得暗夜精灵族它尤其是在决赛很难夺冠的一个种族，但就目前来看，是不是跟以前相比加强了很多呢？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加强吧。然后像今天的比赛的话，我们是打的有很多老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打，比如说老虎双兵营的女猎手，现在其实1.36已经很少见这样的打法，就是到时候会拼得比较厉害。明白。而且就我个人的这种印象来看，似乎现在暗夜精灵对于这个先发 DH 恶魔猎手，也很不常见了。我看像沃登啊，甚至老路也都偏多。但是在对抗暗夜精灵内战的时候 ，DH 还是一个主流的英雄。确实能够给予对手不少的限制啊。现在画面对准的就是 Snake 选手。Snake 的话，这一次比赛也是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们赛前在大巴车上他就已经开始紧张了。是。昨天晚上应该也是想了一晚上的战术。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打线下比赛吧？他之前打过一次 WCA 所以线下的比赛虽然说经验比较缺乏，尤其是还面对传奇选手梦，压力背负上肯定是有，但是没关系，振作精神，一起来迎接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是由木在优先选边，看看选择哪张地图。我们的5张地图分别是 Echo Us、Hammerfall、Carolina Stand、Lost Temple 和 Twisted Meadows。两位老师就经验来觉得，暗夜精灵在这5张图中，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哪一张或哪2张图呢？虽然是暗夜精灵内战，但是2个人的打法风格也是截然不同。就是偏小的地图，斯尼会比较喜欢，然后偏大的图木比较喜欢。所以像 TS 和 EI 这种，可能 Sydney 会更喜欢一些啊。我第一张地图来到了 Lost Temple。这张图也是近期的比赛才开始重新启用的。是。这张图我认为是斯尼必搬的一张图啊，居然拿了出来，他可能有大招，有所准备。也跟老师们就是再详细的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选图规则啊，就是在这次 Stars War 就是他们2个的决赛是没有搬图的，只是依次选图。对，好的。所以假设这场 BO5 是打满的话，那5张地图都将登场，而在明天的这个中韩对抗赛上是有搬图的。好的。看一下Moon这个图会不会首发泡沫啊？这张图应该是2个人都会100%拼 POM， 因为这张图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女猎手，然后隐身单位比较强的一个地图。就是隐身的，特别是隐身的女猎手在泉水站住，就是第1个晚上是很无敌的，所以说双方都要抢中间。确实要先发白虎。斯尼 DH。那首发 DH 的话，其实就是跟Moon打一个差异化的打法了。那首发 DH 这个点位还不错，是一个近点。那首发 DH 面对老虎的时候，只能是用小路来应对了，应对女猎手。现在就看Moon到底是偏发育呢，还是偏 rush。斯尼这里补了第2口月景，也是肯定是一个 AC 升2本的一个打法了，没有说跟Moon拼1本的女猎手。那由于是 LT 留给Moon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的多的，既可以上来就1本开矿，也可以边升本边开矿，也可以单 BR 女猎手，所以说对于斯尼的侦查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两边都是利用 BR 战争之术。先开矿，恶魔猎手直接1级学献祭。是的，你像很多老的暗夜玩家可能就不太知道新的改动，像献祭这个技能现在是得到了极大幅度的加强。就是启用献祭的时候是不用耗蓝的，以前要耗蓝，所以说现在开关就特别的丝滑。而以前的恶魔猎手肯定一上来就是 mana 泵。是的。好，这里直接练到2级，看看斯尼怎么选择。木文的话练级，由于是老虎，所以说还是慢很多。这里斯尼也是运气比较好，打了一个防4指环。双方的宝物都不错，老虎也是打了一个爪子。先把精灵追杀掉，然后封一下斯尼的侦查。第2个 BR 第一时间被 DH 发现，并且能够拆掉。这是肯定要退掉的。那这个 BR 退掉对于木文而言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木文会被迫的选择换打法，就是他可能会由1本 rush 改成1本开矿。斯尼这里是比木文更率先的开启了自己的分矿。他可能是觉得Moon这个图必须要开矿吧？对开矿。但是木文第一时间也是侦查到了，侦查的非常到位。一位玩家的部队这是木文的 BR 直接起脸了，照在了斯尼家里面。这个 BR 很难发现啊，这个位置太刁钻了。那上来的战术层面，我感觉木文就有一定的领先了。由于地图是 LT， 女猎手的补给几乎是免费的，所以说这一波 rush 木文很难不赚啊。是。这里 AC 隐身。AC 隐身也是确定一下斯尼的打法。斯尼的话也是升了2本，并不是1本爆女猎的。这段时间对于斯尼来讲，虽然取消掉了自己的分矿，但是也练了中间的小点，所以也是还可以整个局势。
现在 AC 没有停，没有 AC 没有停的话，防这一波女猎手压力实际上不大。DH 是直接升了麻辣蹦，没有升闪避。那这个他可能是因为打到了2个防4，所以他觉得他 DH 不需要闪避。是的，是的。好了，木问的老虎去中间养血，然后木问并没有开挂，还是在全力的爆兵。全力的爆兵，等死逆2英雄出来之前，就是地图由于是 LT， 酒馆离家非常的远，就即便出了2英雄，也是要很久才能在家里面守家，所以说这段时间真空期特别差，相对于其他的小图来说。所以待会儿木问40人口女猎手的这一波压制，对于死逆来讲是极其难守住的。这里死逆的 AC 在家里边不敢动，然后 DH 在野外阻止对手太轻松的练习。一会儿木问的女猎手数量多了之后，他肯定是要强行的练中间的点吧，练中间的泉水。我觉得他会强行先硬打一波，等部队残了再练一波拳。好，就是这一波无比强势。这一波女猎手来了。死逆的2发的熊猫，哇，他招的是另外一个较远的酒馆，那这一波压力太大了。他是2个英雄在练那个野怪，想 TP 回来是吧？有点来不及了，得赶快。这里 AC 井水马上就喝光了，先单传回来是 DH， 但是熊猫离得特别远。啊，熊猫终于到家了。这里。木问是升了猫头鹰，他有反引手段，但是死逆的话是没有的。这女猎手可以尽情的操作，2个残血女猎手已经拉开，第4个 AC 马上都要倒了。这里想堵口，但是并没有堵住，口子还是比较开阔的。AC 还在不停的消耗着井水。是的，木问的 AC 还可以做一个眼睛在里边不出来了。这里熊猫配合比亚能够把路口卡住。DH 通过献祭也是烧死了里边的 AC。哇，这一波木问仅是以1个 AC 为代价，换了大量的对手的井水还有 AC， 一切都按照木问的剧本在发展。木问在后方已经开始放了。对 ，LT 地图比较大，它可以40人口的时候直接边压制边开矿。那这一盘打到现在为止，对于木问来讲优势就比较大了。120，你觉得有几开了？我觉得19开了吧。19开了，因为这个图一会儿木问去泉水，死逆根本就打不过。是的，现在木问不光是有经济优势，然后科技上的话也不是很劣势，然后他可以通过女猎手的机动性把中间泉水一抢，那死逆就非常难弄了。所以死逆在第1轮小路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中间的泉水抢到，这样死逆通过泉水。通过小路的机动，小路是比较克制女猎手的，那死逆还是有机会翻盘。如果中间的泉水再失手了，那这一盘就回天乏术了。但是感觉以死逆现在的他的这个兵力来讲，抢泉水可能就已经有点抢不太过。他必须得2个英雄先牵制，然后等小路出来才可以。那拖住木，是的，那么快的练。哇，直接开练了。成堆的女猎手啊，3级的白虎。现在我 DH 跟熊猫即便过来了，也是只能看着啊。对啊，木问的双矿也是已经开始运营了，而且木问也可以开始升2本了。现在对于木问来讲，整个局势发展遥领先。木问并没有选择1本用弩车来应对对手小路，选择跑家升2本，2本之后转龙神也可以，转那个脚印骑士也可以，然后转 AC 也可以。啊，现在怎么打都非常的顺。熊猫这里，哇，别人已经练完了，过来也是姗姗来迟。现在对于死逆来讲，小路出来之后比较克制女猎手，在野外是能打过的，但是小路是没有一个攻城能力的。但是木问的女猎手可以有攻城能力。现在对于木问来讲，他只要整个女猎手架在外面，你过来我就跟你换家。对于死逆来讲，这个局势是相当的无解的。那120觉得这个局势木问
这么发展下去，史尼怎么应对比较好呢？我觉得只能啊，现在强行去，首先他得先守住木问一波换家，然后直接去 all in 木的。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啊，史尼是选择了开矿，就是控场开矿。现在开矿的话，可能要面临一波50打70甚至80的差距的。这一波要面临我觉得你想的还是太简单了。这一波对开矿，我觉得木稳要开10片矿啊，这盘可能最后要100人口齐贝拉齐脸了。你的新鲜的小鹿快速就被围杀了。是的，现在骷髅叔直接招出来，这一波其实可以强拆分矿。一位玩家的木稳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检查一下越境。现在史尼的熊猫还在外面练级，哦，应该是发现了。一朝分矿走了。是的。啊，那这个分矿即便造好的也是可以强拆的。所以说这个局啊还是没有办法开矿的。如果首发的是 QG， 就是有分兵的能力，开矿的话有可能能守住，但是首发的是 DH。这种情况完全没办法。现在木问继续跑家，木问是放下了2本建筑，3个 BL。是的，是的。那木问打的还是相当的保守的，3 BL。一座基地。其实这个局出什么都可以，应该出所有的兵种都是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好，木问战略目的达到，直接 TP。这里木问家里边似乎是没有商店，没有商店的话没有 TP， 那这一波史尼如果反打过来是有可能能够打起来的。如果再练一个点的话，木问又要继续跑家了，看看史尼能不能抓住这一波机会。肯定还是要打波反压制的啊。是的，4个戒指的恶魔猎手是很肉。但是木问肯定会不理你这个 DH 的，因为他是主角，是先把你的兵杀光了，先杀光。那木问他没有选择换家，选择是直接是练商店，然后买 TP 买群补，做好备战的准备。等木问的第一波小路出来之后，就可以参与防守，就可以守住了。今天木问打的我感觉特别的保守啊，第一盘比较稳健。是的。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打的天马行空那样的。好，这一波3级熊猫，3级熊猫现在对方的小路转出来之后，实际上是非常的无力的，遭到围攻。我喷不动人了就。是的，只能喷对手的英雄。哇，这个 DH 4个头环，4个指环，对，非常的肉。这里史尼是要买飞艇吗？是的吧，飞艇。不过现在这个局，对手是老虎加小鹿，飞艇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感觉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是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拖下去会劣势越来越大。自己的小鹿，这个小鹿保存现在是 CD， 小鹿直接倒地。我拉了小精灵，可以爆一下。我的小精灵应该是选择买伐木机，再对买一个飞艇。这一波部队摧枯拉朽，差太多了人口。飞艇的话也是第一时间被点爆，这里史尼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史尼直接打出了 GG。短短的13分钟，我们恭喜木。木在一些可以开矿的地图上还是很厉害的，游刃有余是吧？这张图对于史尼来讲，实际上点位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战术选择还是有点不太适合这张地图。所以说木恩是稳稳的拿下来。史内这场比赛他是选择自己先想要尝试开分矿，但是其实梦的 POM 发现也很早，直接把这个分矿给阻止掉，而梦自己的后方是运行起了双矿，打的就游刃有余了。这一盘对于史尼来讲，整个地图库5张图里面 ，LT 应该是他这场失利是他的可接受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对他整个 BO5 来讲影响不大。有3张大图嘛 ，LT、TS 和 TM。对，那这场图打完，我们后面还剩 Echo Isles、Hammerfall、Terran Stand 和 Twisted Meadows
下一轮将是轮到这个 Cindy 去选边，梁老师来预判一下，他大概会比较倾向于怎样的图呢？因为刚才英菲也讲到了，可能要偏向于小图是吗？我觉得是 Hammerfall 跟 EI 2张图2选1，打这种2人图。是的，是的。那刚才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Moon 前期还是确实细节处理得更好吧，尤其是自己后方3颗支持古树在起的时候，一直利用这个女猎高机动性去跟你跑女猎，连续跟你兜了几个圈子，跟你还换了一些单位，后方的这个兵力就完全起来了。那是否这场比赛也反映出来两边的选手确实可能在经验上还是有一些差别？那当然是天差地别。我觉得像 LT 这样地图，世界上所有的暗夜选手跟木卫相比，那都有点嫩。好，那咱们也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集锦时刻。好的，欢迎回来。看来刚才的集锦啊，确实梦在前期的一些细节处理得更加的得当啊，后面就利用大规模的兵力优势实现了平推。短短的13分钟便结束了第一场的比赛，第二场将轮到 Cindy 选手来选边，希望他能够顶住压力。就像刚才两位分析到的，对于 BO5 的第一盘，尤其是还是劣势选边方来讲啊，丢掉一盘 Lost Temple 对于 Cindy 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在自己的选边的回合要将比赛拿下。那还是选择了一张比较小的地图。我们得到消息，是选择了 Echo House EI。这张地图虽然地图很小啊，但是我记得这张图木在比赛里暗夜内战的胜率是非常高的。是的，所以对于斯尼来说是一个考验。其实 EI 这张图，斯尼在第一天见到我是前天，是专门跟我聊了一下这张图的暗夜内战。就是他当时就是想了一个打法。但是那个打法木之前用过，等比赛开始了之后，我再跟大家细说。没问题啊，开始之后咱们再展开聊聊。是的。其实从屏幕上略微能够感知一些 Cindy 选手的这种紧张啊。是的。斯尼的话，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将，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现场的观众支持啊！现场的观众能不能支持一下斯尼？希望斯尼能够在这个 BO5当中发挥出色，然后战胜木恩。是的，尤其是在自己的选边回合啊，能够打出风采。来吧，咱们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场比赛。EI 由 Cindy 选边。那 EI 这张地图现在的暗夜内战其实是一张运气成分比较大的图，就是前期博弈的很厉害。Cindy 在前天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
到时候他想就是上来少造一个小精灵，然后留人口，就边抢对手的黄皮，然后边勾那个311的野怪，然后打一个比较激进的 rush。但是巧了，就是 Moon 在前不久的比赛用过这个套路，所以说双方可能的想法会比较一致。那最终那个黄皮花落谁家，可能会导致整个比赛的走向。确实，这张图的这个雇佣兵营地抢这个黄皮，早期对于暗夜精灵族确实很重要。看一下首发，这张图不出意外的话都会出 DH。那双方打的都比较传统。木问这里矿开的不是他的小精灵侦查是比较快啊，这么早就选择侦查。那这么早就侦查的话，他的第2口井会比较慢啊。双方侦查的都是同一时间。那都对对手的雇佣兵，然后对旁边的311的野怪是非常有想法的。这个图练雇佣兵点位的第1个宝物，对于两边来说至关重要。是的，你觉得第1个宝能够决定多少的胜率？至少20%的。一位玩家的部队，我感觉可能有50%。好，双方开练，看看黄皮。双方都没有来抢，死逆率先动手，他留了人口的要买黄皮。是的，他要抢黄皮，拿出来了。木没有留人口，抢不了。但是木这个练级细节练得非常好。是的，并没有让 DH 承担太多的伤害。哇，回二是所有的宝物中最好的。那这个黄皮感觉一点收获都没有。这个黄皮还是有一点用，就是会让对手少一个黄皮，练级会慢一点。练级慢一点，如果在对开矿的情况下，可以早一点来拆对手的分矿。哇，死逆这里练级练得非常的伤啊！好在他也打了个回2。是的，双方都是回2。死逆的黄皮被抢了吗？死逆这里练的应该是被木问抢了。为什么死逆的黄皮死了呀？死逆的黄皮刚刚在双线的过程中，刚刚切过来的时候就是没动，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哇，那这盘前期劣势好大呀。对，木问的话，黄皮抢了死逆的，然后回防。那在第1波双线的接触中，死逆也是亏掉，现在有点劣势。等于说交换的结果是双方各偷一个黄皮，但是死逆自己的黄皮在双线的时候率先阵亡了，并且他的练级要伤很多，到时间会损失很多井水。哦，死逆这个练级路线是不开矿了，他要 rush， 没有选择练分矿。接下来看看绿皮花落谁家。木文卖了 TP， 买了鞋跟单船。这个地图的第1个单船也是非常的关键。木文买了自己的绿皮，双方都是各自买了自己的绿皮。现在木文可以来侦查一下，看一下死逆的打法。他有单船，随时可以走人。而且是有鞋打没鞋啊！是的，这里等级的话也没有练到3级。好，练完能到3，刚好到3。不过双方都没有什么蓝，3级 DH 也是没有什么威力的。好，木问也是双线练3。现在木问率先放下了自己的分矿，而且想打你井水。DI 这张图，想卡位，没有卡住。死逆这盘的思路很明确，因为他知道跟木问打对开矿的局是很吃亏的。但是他的打法也没有说很多 AC， 也没有说打得很激进。所以死逆这一盘也没有补 BH， 他想怎么打呢？他的 BR 也爬到了分矿。所以我有点没看懂。正遭到攻击。好，中间打了一个突蓝棒，直接卖掉。那现在现在你觉得怎么打好呢？对于死逆而言？在木他现在可能不知道木已经开矿了。如果知道木开矿的话，感觉这盘只能速3本出球可能
会好一些，因为木的分矿也不是第一时间造的。或者是爆孤兵，然后过来造 BP 一波，就 AC 加孤兵。他好像只有一个 AC， 对不对？一位玩家是的，那现在实际上很难。那如果他现在开矿的话，他的经济差距就会落后木很多了。你现在开矿不是说造好了经济差距，是你有可能这辈子都造不好，所以说现在很被动。而且木问也是有鞋跟单传，就在你家不走了。他是2发的 KOG 啊？为什么？木选择的是那家，因为木是开矿的，他只要守住矿。那死逆为什么要选 KOG 呢？女猎手啊，正遭到攻击。女猎手加 KOG， 女猎手加小鹿吗？但是他没有 BL 啊 ，BL 单 BL 女猎手加单 B， 他单 BR 女猎手加单 BL KOG。女猎手2本，女猎加，这是补了第2个 BR。那为什么要2发 KOG 呢？他这样打的话，钱够吗？钱是非常的不足的，还有1000块钱。就 EI 这张地图，实际上你可以买雇佣兵，雇佣兵的性价比实际上跟女猎手差不多，就是你如果想花钱能花掉，所以没有必要补第2个兵。所以死逆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大招啊，但是我暂时没有看出来这样打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2发的 KOG 面对对手爆小鹿的话，这个英雄等于是很废的啊！取消了 KOG， 直接出了娜迦。哦，他只是觉得刚才招不出来。从来没有见过在这张地图上暗夜内战用这个套路啊！是的，过来造 BP， 但是木恩的侦查无孔不入，玩家的部队正遭到全都看到了。这一盘从买完第1个鞋跟单传之后，所有的节奏都是在木恩这边。现在木恩等于说是开着图在打呀。而且这小林精灵这样被处理的话，那 BP 其实也造不了了呀。是的，哦，你的话抢了兵，好抢雇佣兵，然后过来造 BP， 强行摆 BP 吗？但是木恩在家里边没动。这波一定得先杀木恩的绿皮。是的，这一波一定不能打英雄。一定是杀兵，小石头人给个减速，不要再不要追他了，因为他有单传，追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抽一下立马走吧。好，直接把 DH 打 TP。感觉小鹿数量一旦多起来，死逆的兵就已经站不住了。那木问如果稳一点，可以对着造 BP， 你造我也造，然后出弩车。不过木稳似乎不需要防守的这么被动啊，直接爆兵打正面就可以了。现在死逆买了双尼尔，小尼尔实际上在兵力有优势情况下非常有用，但是你现在兵力不占优势，小尼尔没有什么正面的团战的作用的。因为小尼尔本身是很脆弱的单位。是的，做一个功能性的兵种。现在木稳还在等 BP 刚刚造一下，哦，前面已经码起来2个了。是的。3个 BP 加1个商店，那木问在主创里面没有对着造 BP。那如果死逆的 BP 造好，木问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啊。木问这里娜迦2级反杀死逆的娜迦，死逆娜迦可以死，但是得杀木的绿皮。是的，可以往里跑。对，毕竟只有1级。但死逆的娜迦跑得有点深入，没出来干活。好了 ，DH 进去收割娜迦。哦，那这波算是把 BP 护住了，因为木已经拆不了了。是的，但是呢，自己的部队节节败退。现在木有 BR 在，可以直接补弩车的。现在以所有的部队为代价换好了3个 BP。这里强拆一个，能拆掉1个吗？好 ，BP 拆掉了1个，然后还是有3个。那木问这一盘的 BR 没有做下来，而且木问也没有对着造兵，木问似乎有一点危险了。现在，而且木问现在没有井水，自己 DH 的血量也不健康。是的。现在木问造 BP 有点慢，这个 BP 肯定造不好的，而且木问的 BP 是没有自然祝福的。这里木问有点危险啊！现在死逆需要早一点续一点弩车，一旦2个弩车加入战场。木问的主基地将瞬间沦陷啊！被劫了，娜迦。这个娜迦要不往里面跑吧？
往里这边跑，有可能能够多拖一会儿。对，往外面跑是一定会死。那现在有个问题，你去的弩车不可能过得来，那你进攻木问的主矿拆家的速度非常的慢。好，木问这里自然祝福有，然后选择换家。那木问选择放弃了自己的主矿。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这一盘木问的防守策略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没有选择最稳妥的防御方法。但是这样木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月景可能会一会儿被 BP 拆掉。是的，而且会被拆得很快。对，并且这张图是可以买绿皮加上出有射程的 AC， 小路作为一个2本单位并没有什么优势。啊，斯尼选择换家，但是双方拆家的效率根本没法比。一座基地，感觉 DH 应该回去了，斯尼的 DH 应该。一位玩家的部队。哇，斯尼的4个 BP 是直接往木问的分矿爬换到底了。不回去守吗？他现在没部队。这一波没有，这一波如果回来的话，可以利用一下自己的月景，能够消耗一下。这里弩车绕了一圈走了过来。啊，这里弩车被木问直接截掉，买了个小尼尔，斯尼达。木问的 DH 有点危险啊，虽然有一个血瓶，有个回2，木问的小精灵随时打算爆。哦，再吃到减速，这个爆掉可以。现在小尼尔的减速是有 CD 的。好，木问的小路回救，但是这里有4个 BP，4个 BP 普攻。一个双杀闪电直接带走，这一波小路也是有操作空间很大啊。BP 要不先打人吧，先别爬了。是的，现在 CD 就是部队太少了呀。来坐下来，做了一个，对，这个 BP 很关键。这里木问通过 DH 的血线也是换了大量的单位，但是这个 BP 也要快速被点掉。哇 ，BP 要全部倒掉，只剩最后一个。哇，有生力量现在太少了，对于 CD 来讲。这一波木问的回救的时间让斯尼有点意想不到，太快了，这个 DH 保护的。哇，弩车也被各个击破。是的 ，DH 有回2转了一圈，生命值又是补了上来。现在木问修一下自己的月景，哇，这2口井，不，这斯尼的2口井还在。那对于斯尼而言，有月景还能补给，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哦，斯尼这里一座基地开了自己的分矿，那这个分矿如果能造好的话，还是能打的。现在斯尼这段时间没有怎么出兵啊。对啊，他就是当时损失了大部分部队去保了那几颗 BP， 然后 BP 成了自己的部队，但是随后也被处理掉。实际上，斯尼如果能够转出来一波 AC， 大概4到6个，实际上正面就可以还手了。木问也是开了自己的分矿，那木问的分矿比斯尼还要快一点点。现在木问的话，拥有等级优势，再加上科技优势。野战的话，小路的操作性远超于斯尼的1本单位。对，而且这3级那家对1级那家呀，早期斯尼那家2次阵亡还挺伤的。一位玩家的部队，现在双方要进入一个发育时间吧，斯尼还是在火力侦查。哇，这个 BR 拆的太费劲了。主要他也没什么事情做，他去野外就会被强杀那家。而且现在双方比较近的小点已经没有了，那大点又不太敢练。你这里来侦查一下，发现了木问的分矿已经谈好了。现在斯尼的劣势还是非常的大的。先走为一下矿盖子。能拆掉吗？好像来不及。但是木问的小精灵没有靠近，没有很多小精灵来修，可能还是能 A 掉。两个小精灵，哎，没有第一时间修，第一时间是进去，还是没有，还行，还可以。第一时间小精灵是进去，而不是修理。是的。那现在斯尼分矿的2个 BP， 等待会儿续一波 AC， 实际上是可以参与进攻的。但是英雄等级实在是差的太多。是的。AC 这个兵种最怕的就是别人的等级。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
好，木稳这里来拆越井，那史尼的 BP 要不要往主矿爬呢？哦，主矿也有 BP， 直接电掉小精灵。那小鹿现在在50人口的时候机动性太强了，就是可以利用血瓶群补，就强行拿道具来换你的兵，然后来换经验值。所以史尼这一盘的这个4个 BP， 我觉得造的还是非常的有问题的。这4个 BP 要是全部换成 AC， 那这一盘不至于这么的被动。啊，现在莫恩实在是拿这个2个 BP 也是无可奈何。好，下面想造 BP 被史尼发现了。顺手再把对手家门口的这个小野给练掉。好哦，木问分矿继续升2本，由于主矿没了，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是出不来熊。那对于那120觉得这一盘史尼怎么打比较好呢？接下来，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已经有点难了呀。对，毕竟这是个英雄的游戏。这一盘史尼实际上科技是有优势的，如果他能够爆很多的 AC， 然后反打一波是有一点点机会的，但是他似乎没有这个打算，因为Moon接下来要升3本出熊才会比较克制 AC 的，这实际上真空期特别长。但史尼完全没有要出 AC 的打算，是不是也考虑到就是一个高等级的娜迦这种插上闪电对于 AC 的杀伤力也会比较大？如果 AC 有1队以上，实际没有那么怕的。啊，莫恩控制整个全图，然后还可以控制中间的无敌群捕。现在控掉中间的道具，然后强杀英雄，对于史尼而言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DH 这里只能看着啊，很无奈。这盘也是对于史尼而言进入了一个非常规的局势吧，就是在这种应变的过程中，还是完全不如穆恩。反观穆他的应变就是当自己家里面4颗 BP 呢，直接选择换家。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知道怎么应对。对。好，这里被截住 ，DH 能卡位吗？没有杀娜迦，杀后面 AC 绿皮。5级 DH 了已经。哇，这个 DH。现在就2个英雄，我觉得史尼就已经有点接受不了。对，哦，直接跳3本，直接转熊。啊，史尼也跳3本，但是史尼没有2本建筑啊，一座基地刚刚造下围攻，是的，所以这个3本也是没什么意义的。哇，穆恩不做人了，直接强攻，想 A 掉 BP 吗？还是想先拆越井？这个单着回来。没有卡在里面，上来先娜迦卡住了，小心有 BP 的火力输出很高，不过压力不大，整个部队掩护撤退。现在对于史尼来讲 ，BL 实在是太慢了，整个科技落后的非常多。现在穆恩只要熊趴下，然后一波进攻，史尼是不可能守得住的。那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了。这一盘，我觉得今天穆稳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妥的。今天的状态也非常好。是的。在这一场 BO5结束之后，我们也是会打一个团队赛。到时间穆稳是我们的对手啊，这么强，待会儿怎么弄呢？太恐怖了。一座基地。那120，你待会儿准备怎么 AK 呢？我 AK 不了，不行吧？我觉得你可以的。感觉穆的状态要比我好。现在，哇，不用等熊趴，肉熊就来了。你完全没有控场能力。就这小猫2、3只换家，1级娜迦打对面5级娜迦，这个实在是太绝望了。现在3本老家，这个是3本换1本吗？史尼这里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啊，如此的劣势还是在坚持。GG， 直接打出了 GG 啊！恭喜莫恩2比0。莫恩现在2比0领先这场 BO5，下一场又要轮到，下一场可能是败者选边啊，一会儿再确认一下规则。
应该还是死逆选择。对，打的还是很沉稳的，尤其是梦在自己受到 rush 的时候，这种应对。是的，一开始先用你的 BP， 然后我把你的有生力量给换掉，随后呢自己觉得正面对抗四支 BP 可能不好应对的时候，梦直接选择了换家。随后自己的分矿原本当行李第一个弩车出来，再配合 BP， 觉得能够把梦的分矿给端掉的时候，梦又从侧边直接驰援自己的分矿，把自己的分矿给守下，并且把弩车 BP 依次解决，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一些转折。所以纵观这2场比赛，梦也是牢牢地把控了全局，就是死逆所有的举动都尽在梦的掌握。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暗夜内战这个对抗，你想通过战术来取胜，来战胜梦，这是相当的困难的。是，所以说现在打梦最好的策略实际上是出熊，就跟梦拼操作。不知道死逆今天有没有这样打算？前2盘还是比较拼战术的，可以看得出来效果特别差。是，这场梦确实在前期的挣扎也确实很到位啊！你看，当4只小精灵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去造 BP 的时候，梦的这个 DH 就已经看到了。对，所以在梦充分的这个侦查以及应变之下，也顺利的2比0，目前领先这场比欧。我们也看看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集锦。好了，看了刚才这场比赛的高光集锦，目前来讲，这场 Star Wars 10大众邀请赛的决赛，梦已经拿到了赛点，2比0赛事领先。下一场比赛是由刚才那场比赛失利的行李选手继续选边，他选择了 TS Turner Stand 啊，依旧是一张小图，就像刚才英飞老师之前讲到的，他非常在暗夜内战中会偏向于这种小图的选择啊。在第3场比赛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里特别感谢赛事主办方西安曲江 W 电子竞技俱乐部及 W 电竞，感谢赛事承办方西安曲江电竞中心，感谢赛事赞助商爱工、斗鱼直播、态度科技、群影、迪瑞克斯，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魔坛情报局、雷神加速器、绿树电竞，特别感谢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那第3局了，目前是 Cindy 已经是0比2落后。两位老师觉得，就前2局的这个细节来看 ，Cindy 有哪些方面他还需要急需改进呢？我觉得死逆
想战胜木稳，不说这个 BO5吧，想赢木稳1、2盘的话，还是要坚决要出熊这个单位，不能想从其他兵种上突破木稳，因为其他兵种对于木稳来说已经是玩了太多年了，是只有拼熊才是唯一有机会战胜木稳的方法。从来只有木稳套路别人，他从来不会被别的暗夜套路，所以说这就是暗夜精灵天花板，你必须得用你年轻选手的那种操作，就是以暴制暴，就是硬来才可以。那从风格上来讲，史尼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吹风的一个选手，他在暗夜内战的时候，但是木稳是喜欢用小路的，所以在风格上也是有一定的克制，这个真的是太难了，他必须得完完全全打破自己的常规的套路。那我觉得就像120老师讲到的，可能还是得去打雄鹿流，这种跟梦去拼正面的雄鹿操作，才有机会去拿下一局。但是对于 EI 这张图而言，是一个极其的不适合拼熊的一张图，它是一个2本开矿的图，所以说地图来讲，史尼也不是特别好打。就包括 TS 也是如此。TS 是这样的。地图的话，可能那个 Armor 4会好一些 ，TS 也特别难打。那看来森林选手选择了 TS， 还是想通过一些前期的设计，看看能不能打破一些缺口。TS 这张图虽然说比较利于木稳开矿，但是这张图是运气成分比较大的一张图，前期有可能能够打到一个大血加上-3的这样一个套装，那这样前期有可能滚雪球，就是拿到优势，也有可能会像 EI 那样抢对手的黄皮，打一个前期的 rush， 看看史尼是怎么样准备的。双方的第一个 BR 造的也是非常的常规，造在了第一个步兵。这张地图应该还是一个 DH 首发。是的，这张图只要是有黄皮能练功的图，其他的英雄是很难登场。现在对于史尼来讲，怎么样选择合适的战术才是最关键的。DH 双方还是依旧是 DH 内战。Moon 这张图，经常看他打比赛的观众应该知道，基本上是一个2本开矿，爆小路。这张图是 Moon 的暗夜内战的最强势的图之一，所以说他是以不变应万变，我就2本开矿，随便你。而且Moon2本开矿的时候，一旦他的矿被 A 掉，开的不顺，也是会比较快的改变策略。所以对于史尼来讲，你不光要针对Moon的Plan A， 你连他的 Plan B 也要一起针对才可以。这也太难了。是，这个是很难。所以至今也是没有一个暗夜在暗夜内战上能够压制住Moon。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啊？你觉得压制住了吗？彩色也是算是唯一一个能跟Moon暗夜内战抗衡的选手。是的。也是互有胜负吧，平分秋色，但是谈不上压制。上来直接升献祭练级，看看双方的黄皮啊都没有去抢对手的。这张图练级效率太高了，如果抢黄皮的话，收益也不会特别大。哦，Moon的宝物非常好。Moon这里是一个有个-3。这个新的黄色的+1全属性的宝物，在前期打到是非常舒服的。是的，棒棒糖也是有用的。双方Moon是直接升了2本，并没有选择1本开矿。这张图的主流也是先2本，再放下分矿。啊，双方在中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绿皮买完之后就可以动手抢野怪了。哦，史尼的 BR 没有爬，在造 AC， 但这盘是一个 AC rush 的一个打法了，就是中间前置商店，把中间的2个宝一抢，如果能抓到Moon练地精，就可以把 BR 抓掉；如果抓不到，就直接 rush。这个地图感觉 rush 的成功率非常低啊。是的，只要Moon发现了这个
就很难打难弄。而且你造了第二个 AC， 第二个 AC 居然第三个 AC 也抵达前线了，所以一眼望去就这个打法一眼识破了。哦，绿皮是木问抢到了，木问抢了死逆的绿黄皮被打死了，哇，好劣势！木问前期打得很凶啊，也是因为他的宝物比较扎实。这个自己的绿皮其实不应该被抢的。是的。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那现在木问抢了2个绿皮之后，你的 BR 即便再造 AC， 你的正面的兵力也是没有任何的优势，那你怎么 rush 呢？对孙俪来讲，上来就非常非常的难。可以看到木的 BR 刚才已经坐下了，他没有想爬到深渊。哦，这里死逆也是看着 rush 不太行，直接开了分矿。我觉得这一个举动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这个可以。这样有可能会超出木问的预判。对，可能木的小精灵不会去侦查他这个分矿。对木问的侦查是一个考验。不过我相信木问会2次侦查的。哦，左下角是矿吗？哦，是开矿。哇，木问这一盘他对手是个明的爆 AC 的 rush， 他还要开矿，打出信心来了。是的，木问打得有点浪了，就是没有前2盘那么保守了，中间打了2个爪子。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死逆这里打的是防5。木问率先侦查到死逆的分矿，那你觉得死逆会不会能侦查到木的那个分矿呢？这个我可以1赔10啊，侦查不到。其实我觉得，就是木把矿开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死逆侦查到，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个分矿离死逆的分矿很近，对，离木的分矿主矿很远，而且死逆的分矿已经裂啊，这里分矿要被侦查到了。哇，这个分矿，木问是侦查到了死逆的，并且还拆掉了，但是死逆侦查不到木问的，你说这可咋整啊？死逆这一波木的主矿，感觉也是徒劳无功。死逆是想来拆 BR， 但是别人 BR 根本没有放。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啊，应该这个局势太被动了。那死逆现在，死逆居然升了3本。部队正遭到攻击。他觉得开不出矿来，就直接升了3本，不用。但这个3本你出不了2本剑，他造 BH 了吗？这一盘？死逆吗？是的，造了 BH， 到了 BH。哎，不对，他是造了2个枫树，那就是一个吹风，果然是没有 BH， 他是比较喜欢用吹风的。但是吹风你现在3本好了，别人是爆小路开矿，吹风也是根本打不过小路的。这里大家卡位，还没有卡住卡，再次卡位 AC 卡位，哎，卡不住了。对，这个死透了，没办法，直接收掉。那现在无论从等级，然后兵力、战术选择类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打。对，我觉得综合来讲，还是在一开始的一些小细节方面。首先自己明牌想要 AC rush， 但是绿皮没抢过，导致正面的兵力我 rush 不了。随后自己改变思路，分矿也被拆。无论开局怎么样，打法怎么样，打着就感觉变着就劣势了。对，这个也是有点无奈。现在木的这个练级路线是非常丝滑，先练地精，然后再练下面分矿，然后那个 BR 再爬到隔壁的5级的怪大法师，然后再继续练。瞬间可以收掉3个大点。哇，木问是直接跳熊的吧？直接升了3本啊！边开矿边练级，还要边跳熊，最贪的这种打法。是的。那如果木问不爆小路跳熊，死逆还有一丝丝机会啊，因为木问他会有一段时间的兵力真空，而且熊被鸟德是比较克的啊。那木问要出什么兵？如果木问是3本爆小路，然后3发小黑，那就完克对手的吹风了啊！木问直接出小路，根本没有出熊，所以这个3本只是为了出3英雄以及买毒球。是。木问的现在死逆这里终于开始练了，但死逆还是没有侦查到木问的分矿啊，这是问题。哎，看到了啊，终于看到了。看到了，还是一个好消息。加血棒啊，加血棒！
那加血棒也是能够决定至少20%的胜率的啊，这张图。那现在留给斯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手的疯狂马上就可以做下缠绕了。这里木也是非常清晰的侦察到了对手是鸟德，那侦察到鸟德就可以放心的出小德，熊的话就不出来。刚才其实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解说或者观众就会发现，职业选手经常他不喜欢吃书。这个两位老师有没有自己的经验？就是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现象？水平高到一定程度，就是 APM 高到一定程度，它的切屏是很快的，因为你练级不可能整个屏幕切在练级这个点，所以有的时候切屏在干其他事，这个书就漏掉了，这是比较正常。遭到攻击，所以说往往比较高端的对抗是容易看到望之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能吃还是要吃，输的话是一个不占格子的宝物，现在也是非常的强势的。哇，这里斯尼3本1波，然后出不了门，过不了到不了前线，连半场都过不了。是啊，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现在木恩的 DH 在上面搞事情啊，继续牵制。木恩的 DH 虽然有单传，但是对手有吹风，现在浪的话可能会出事。不过由于是天亮，视野很好，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就好。木在疯狂造了2个 BP， 这么稳，那鸟德也是没有任何的攻城能力的。现在木恩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这2个 BP 能不能造好？斯尼发现了，哇，这2个 BP 已经造好了一只对。啊，这个 BR， 哎，这个 BR 不拆吗？想先处理后方的小路。对，我觉得应该先拆 BR 的。哦，这里炸弹人炸了2口越井，哇！现在斯尼被断了后路了，怎么办？斯尼不能追呀，一定要拆 BP， 是的，我觉得他刚刚那个 BR 就不该放 ，BR 就应该直接把它拆掉。木恩明显在拖延时间啊，被木恩牵制住了，拖到了。啊，那这里斯尼也是，这是最后的机会啊！现在最后机会也非常的渺茫了。木恩也是主矿也造 BP， 然后买了伐木机，然后再生月景之春。DH 甚至都不想回救，又来了炸弹人2号。这个炸弹人炸完之后就没有月景了，看看月景的位置怎么样。这2个月景还是离得有点远。是的，那只能炸一口。那木恩可以考虑 TP 守家，只要2个英雄买毒球他往里面走，我的天！哎，这个很贪啊，不炸月景直接拆家。是的，炸的有点早。其实这个 BP 用的这个炸弹人用的还是不够细啊，可以等对手修的时候炸，就是逼一下小静的走位。不过也是无所谓了。DH 被推，但是 DH 有 TP， 问题不大。现在斯尼矿也开不了。人口也是红的，然后进攻也没有攻城能力，现在哪条路都走不通啊！木恩这里前置了 BP， 哇，已经想着反攻了。是。现在对于木恩而言，哇，全要造 BP 了。对于木恩而言，小不踩钱了，已经玩起来了，所有的小精灵都出动了，让了一片矿啊，相当于。对。现在木恩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结束战斗了。好 ，BP 大军要开始埋伏了。是的。现在斯尼的话也是浑然不知。现在木恩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主矿，直接不要了，然后来换掉。哇，疯狂3个建筑直接开爬。是啊。再加上马上要起来这几颗 BP， 一会儿斯尼要收到梦给他的惊喜了。是的。哦，主矿的 BP 也爬了，这是一波彻头彻尾的换甲。你现在还练了一组点，然后买一点宝物。拆月景的话，现在有点太慢了。木恩家里面还留了一个 BP， 哇，这一盘木恩的 BP 造的还是有点多的。家里边还有一个，对，到处都是。他只有38人口，全都用来造 BP 了。是的，不要兵了。这个治疗守卫有点奢侈啊。就治疗了一个绿皮，感觉他也后面的也基本用不去了，一会儿就靠 BP 打了。对，直接黄皮加上治疗守卫双重治疗。
史尼直接拆三本老家，但是拆的很辛苦。虽然三发的有 Tinker， 但还是很慢。现在木稳可以考虑把自己三本老家卖了，让 BP 在外面啊。木稳是直接过来不装了，好吧，摊牌了。对，茫茫多的 BP 正在爬行。家里边有2个鸟德，但是也是没有什么用。鸟德没有飞，这两个鸟德送掉了。如果第一时间飞的话，是可以保住一只。那现在史尼很绝望，史尼有没有野外的小精灵呢？那史尼这里要被 defeat 了。一位玩家基地正遭到围攻。他野外还有一个剑，还有一个，但是那个一会儿肯定会暴露。是的，史尼也是大势已去，直接GG。恭喜木恩3比0拿下了大众赛的冠军。恭喜木，没有特别多的悬念。木这次在西安，在 WE 曲江电竞中心成功拿到 Star Wars 10大众邀请赛的冠军。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年轻的暗夜选手 Snake。今天面对暗夜精灵的传奇选手 Moon。10年之期再现传奇，让我们恭喜月魔 Moon 在我们今天的 Star Wars 10大众赛的决赛再次获取了冠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 Moon。同时，有请 Moon 来到我们的舞台的中间。Congratulations. OK. 3 short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这个比赛，距离他上一次在线下的比赛夺冠军有多久了？然后他此刻有什么想要和他的粉丝们分享的？ 되게 오랜만에 지금 우승을 이겼는데 도대체 몇 년 됐는지 그리고 단 팬들에게 한마디 부탁드립니다. 저도 세어보질 않아서 저도 잘 모르겠고 일단 오늘 이겨서 기분 좋고요. 오늘 비도 많이 내렸는데 이렇게 찾아와 주신 팬 여러분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我也不知道好几年了，拿到这次的冠军，然后现在下着雨呢，然后粉丝们现在也到达了现场，很开心，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感谢所有粉丝对莫恩的支持。好，那么。 我看到还有专门举了莫恩的粉丝灯牌的观众啊。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刚才的3局比赛是3比0拿下的，感觉哪一局比赛对手给自己带来的挑战会比较大？当时自己是怎么赢下这一场的？ 10판 동안 일단 경기 시작하셨고요. 그 세 번째 10판 동안 어느 판이 제일 압박을 느꼈는지 말씀해 주시겠습니까? 두 번째 판인 에코아일에서 제일 압박을 느꼈고 상대 선수가 그런 깜짝 전략을 쓸 줄 몰랐었습니다. 근데 제가 그 데몬 헌터가 이동하면서 위습이 움직이는 걸 봤기 때문에 그때 좀 빨리 알아차렸던 게 막을 수 있었던 것 같고 첫 번째 판이랑 세 번째 판은 제가 운이 좋아가지고 이렇게 경로상 그 상대 멀티를 그 함으로써 제가 유리하게 좀 게임을 이끌고 가서 이길 수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给我压力最大的场是第2场，对方给我的这种奇袭对我来说有点压力，第1把和第3把的话算是我运气好，中间的炮塔已经发现了对面的路线，所以这次的比赛对我压力是第2场是很大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对面其实也是和莫一样使用暗夜精灵的选手，那么这次是比较遗憾0比3输掉了，所以会给对手怎么样的评价和建议？ 일단 상대방도 나이트 엘프 하는 선수로 알고 있습니다. 다만 3대 0으로 졌지만 어떻게 상대 평가해 주시겠습니까? 신인 선수가 평소에 그러니까 같은 동족전을 제일 잘하는 선수로 알고 있고 또 저도 인정하는 바이고
오늘 이렇게 3대 0으로 이겼지만은 승패를 떠나 그 신희 선수랑 이렇게 처음으로 결승 무대를 갖게 되었다는 것만으로도 되게 너무나 기뻤고 다음에 또 기회가 되면 또 다시 한 번 더 붙고 싶습니다. 刚才那位选手的话也是暗夜精灵特别优秀的一位选手，我也很认同他。然后以后还有机会的话，还想跟他交手一次。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莫恩。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大众赛的冠军的颁奖仪式，让我们掌声有请 StarSword 创始人、西安 WE 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周豪先生上台为莫恩选手颁奖，掌声有请。好，请两位面向我们的镜头，让我们的摄影机记录这一荣耀的时刻。好的，谢谢周豪先生，请到台下继续观礼，谢谢。那么莫恩就获得了我们 StarSword 10的大众对抗赛的冠军，但是他的表演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的环节里面，他仍然会作为队长率领一支战队去和 Sky 的战队进行对抗。所以不管是其他选手的粉丝还是莫恩的粉丝，待会儿我们依然会有精彩的比赛在等待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